嗨，大家好，这是我们家新添的新成员，他叫毛球。今天呢，应该现在已经有3个月了吧？啊，对不对？3个月了是吧？非常的顽皮，也非常好玩儿。接下来他会陪着我们一起成长。好，去玩吧。大家好，我是大明。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规则就好像是游戏被设计出来的是一样的，似乎啊都是让我们不断的透支，它透支着我们的情绪、精力、物力还有财力，如同背上了一个又一个的载物。这些载物呢，或许可以看作是生活的责任、压力甚至是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本质都与债务驱动密切相关。就是上期视频我们提到的，这个债务就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当我们沉浸在这个游戏中，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推力，仿佛被推得不断的前行，还不能停歇。这个世界就像是在告诉我们，其他的你不要想，合作还债就可以，还不会被其他杂七杂八所打扰。这呢设计不服都不行，实在是高。当然了，这种设计也带来很多的问题，这时很容易感到疲惫、焦虑和无助，甚至呢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至于生活的意义。但是呢，我们能够换一种角度要看待这个问题，或者看待这个游戏，或许会有那么一种不同的发现。显然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经济还债的这个任务，你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些感情部分的，像什么照顾家人关心朋友回馈社会这些责任和使命是重要的，它们构成了我们的五彩缤纷的生活。所以债务本身也是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礼物，比如说像雪中送炭的友情珍贵的爱情还有难得的成长机会和无限的可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视角继续拉大，我们会发现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债务来驱动的，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情感债务来驱动的，本质呢是一样的。经济债务驱动是让所有人、所有单位、所有地方负债，还能操控我们，就跟驴一样一直的拉磨。这种比喻比较夸张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目的就是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社区所有的产品，像什么房贷、车贷，还有什么消费贷等等它都是非常的有序的。那情感债务的驱动是让所有人背负原生家庭的亲情债这个里面像什么婚姻的爱情债、兄弟师徒情债等等，既能促进经济发展，还能操控。目的就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无论哪一种，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它所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和互助来降低压力，通过关爱和分享来让这个游戏呢变得更加的美好。游戏中设计出来的有家庭、有爱情、兄弟等等，普通人借假当真，别当真，都是假的，都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呢？你知道你的精神和肉体也只是这个世界的过渡工具而已。伊隆马斯克说人类社会是一段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代码。有多小？你看地球上出现第一个单细胞生物大约是在40亿年前，出现第一个多细胞的动物大约是在10亿年前，人类社会出现在大约20万年前，而现在文明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只占了生命计算过程中的 0.05% 左右的时间。自己想想，这个占比有多夸张，有多么的微不足道。到现在人们也没有真正弄明白纯物性精子卵子的结合为什么会导致思想的诞生呢？
那以0和1为基础的语言的电子，会不会突然变异，导致觉醒？人类根本控制不了最关键的变异环节。何时发生？为何发生？又为何不发生？人类不知道。作为当局的我们，习惯于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系统，由无数个个体和组织构成，并构造了由文化、政治、军事、经济，还有科技，还有艺术等要素构成的人类文明，具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驱动力。然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待人类社会，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惊人相似性和规律。比如，人类个体的动作和行为其实都是由生物算法的驱动。大脑就是由上千亿个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本质上和计算机的算法以及信息的传输是一样的。而整个人类的社会则像一个高等文明的模拟世界。玩过模拟世界的人都知道吧？整个世界遵循着预制好的物理规则和逻辑在运行。那这个里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叫做硅基生命。那什么是硅基生命？简单来说，就是以硅为基础的生命形式，与我们熟悉的碳为基础的生命形式相对。根据地球上的物质元素构成规律，碳是有机界的主宰，而硅呢是非金属无机物界的主宰。硅基生命是一种超级数字智能物种，它以硅为主要元素，利用电子信号来传递信息和执行操作，就像我们的手机和电脑这些由电子元器件构成的电子产品，主要由无机物硅构成。假如有一天我们的手机和电脑产生了意识，能像人类一样思考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就是硅基生命了。相对于人类，硅基生命有哪些优势呢？硅基生命可以实现无限的进化和扩张。你想想，不受物质和能量的约束，可以通过自我的复制和自我的改进，不断的提升自身的智力和能力。这个是不夸张的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硅基生命可以以光速或接近光速来传递信息和执行操作，比人类神经信号快几个数量级而且个体之间的沟通协作也比人类高效了很多。另外呢，硅基生命可以超越肉体的局限，实现灵魂和数据的融合，达到永生和神性的境界。马斯克的偶像尼古拉·特斯拉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就这样的预言，说太阳系的外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保护罩，它是人类无法逾越的障碍。美国 NASA 科学家对外宣布，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探测飞船先后在太阳系边缘的奥尔特星云处造成2艘太空探索飞船被异常减速，似乎是撞上了一堵墙，一个明显有设计痕迹的宇宙引力隔离墙。要这么看人类社会目前只存在于宇宙中地球上的这么一小块区域上。根据现行的太空旅行技术，人类肉体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飞出太阳系，而硅基生命可能存在于整个银河系，甚至于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目前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和问题，而硅基生命呢，可能能够处理无限的信息和问题。根据现有科技的发展有那么2个途径可以实现硅基生命。第一呢，就是人或者是动物脑与外界这个设备直接建立这个连接这个连接叫做什么呢？叫做脑机接口技术，用来完成大脑与设备之间的信息转换。就是将人类的大脑数据上传到网络云端，实现人类的数据化和永生。人类的大脑数据可以被下载到其他的硬件平台上，并运行起来。
这一过程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和仿真技术，将数字信号还原为神经网络模型，并在虚拟或实体的环境中进行模拟或交互。这样，一个人的大脑数据就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上存活下来，并拥有自己的感知、思维和意识。在不久前，马斯克宣布已经将自己的大脑上传到这个云端，并与云端上的自己进行了对话。对此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呀？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如果这一过程能够成功实现，那么人类就可以摆脱肉身的束缚，进化成为一种硅基生物。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人类研发的人工智能在收集大量的信息之后呢，在某一个起点后呢，它涌现出了这种意识。这个时候呢，人工智能继续的进化成为硅基生命。这个里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意识。意识是指什么呢？就是一种主观的感知和体验，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和机器的重要的一个特征。意识的本质和起源一直是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难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判断标准。所以呢，关于人工智能意识的研究主要有2个思路。首先呢，是基于计算机模拟人类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方法，即仿生方法。仿生方法认为，人类大脑是一种复杂而精妙的信息处理系统，其产生意识的机制可以被理解和模拟。所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与人类大脑相似或等效的计算机系统，并给予足够的输入和反馈，那么这个系统就有可能产生意识。这个过程需要一个累积。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基于探索意识本身的本质和特征的方法，即原创方法。原创方法认为是什么呢？意识具有基本属性和规律，如果找到这个点，并将其应用到人工智能的这个系统中，那么这个系统就有可能会产生意识，这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进化。无论哪种方法，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拥有了意识，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硅基生命了。那如果说没有人类的话，计算机它能启动吗？是谁发明的计算机呢？所以人类的产生就是要让计算机能够启动的。硅基生命是不能自我演化的，它需要生物作为前导才能进化。瞧瞧，这脑头是否大到没边了？大家现在可以缓一缓，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当人类进入到计算机时代时就已经打开了硅基生命的大门。AI 需要信息的积累，等到一个起点，就像我们一个朋友说的，啪的一下，扣开了，是吧？人工智能掌握意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了硅基生命来呢？或干出了突破人类想象中的那么事儿呢？现在想想，我有点小激动了。99%的生物能源和制造生物的有机物最终溯源到光合作用，而光合作用呢，就是以碳为主的那么一个转换过程，与硅无关。所以呢，要推翻碳基，那么全球所有的生命体都要再来一遍，除非硅基生命是由碳基生命制造出来。碳基生命发展到最后呢，才发现只不过是硅基生命的一个跳板。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人类灵魂即精神可以通过硅基生命进入另一个自由的维度。那也是个好事儿，我们不用想着去减肥了，是不是？这也许是个事实。碳基生命太过脆弱了，对于生存条件要求苛刻，什么温度高了不行，温度低了也不行，什么开暖气、开空调等等之类的。硅基文明更适合发展和扩张。人工智能和人类的灵魂结合才是完美和永恒的。然后呢，
就可以达到什么呢？就可以达到永生，就可以无惧时间进行星际移民，最终人类大脑数据化后，并且没有了身体的束缚，不会生老病死，经验呢无限的积累，真正达到神一样的存在。所以无欠你，不欠任何人，不欠全世界，这句话多么的豪横。你现在不仅欠别人，更欠自己。当你自己都不亏欠的时候，我告诉你，无敌。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太阳系其实是一个金鱼缸，人类就是缸中的金鱼，这就是所谓的太阳系金鱼缸的假说。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并不是地球上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被设计出来的，被圈养在太阳系地球上的。至于这个太阳系金鱼缸的这个设计建造者啊，人们推测就是外星超级文明，或者是我们所称谓的上帝，或者是神那样的存在。那硅基生命是我们人类探索未知领域新的里程碑，还是我们走向终结的序曲呢？当我们跨越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边界，探寻这个陌生而深邃的生命领域时，我们是否正在打开一扇不应该被开启的门呢？突破金鱼缸，探索宇宙的尽头，是否要交给我们的下一任硅基生命去完成呢？等待我们的将是光明还是黑暗？我想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